都是娘没有，才会害得你被逼自尽。是娘对不起你，月儿。我怎么会在棺材里？堂堂21世纪女法医，难道我也赶上潮流，穿越了？贱人，让她替代我的宝珠去嫁到王爷府，那是她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她不知道感恩就算了，竟然还以死相抗。七王爷的为人，谁人不知？凭什么让我的月儿替嫁？到底嫁不嫁？不，谁不知道七王爷性格暴戾？我嫁过去只有死路一条，我绝不待嫁。你不过就是我的一条狗，也配说不？必须服从。嘿，娘，恕女儿不孝。还传到大夏朝一个五品小官家不受宠的庶女身上，老天呐，这是什么天崩开局？这废物还真是连死都不会挑时间，如今我还得想办法找人顶替，咱们家可真是白养了他几10年。说得对，既然他现在死了，我留你也没什么用。你们能不能让我送我女儿最后一程？等什么等？等你死了，我把你的尸体和你女儿的尸体一起扔到乱葬岗，喂狗！不行，不能让他伤害元氏母亲，得想个办法。有了！我死得好惨啊！妖怪！女儿，没有人害你，你是自杀的。他说什么鬼话呀？我的女儿命太苦了，才刚收到赐婚的消息就病逝了，真的太可惜了。程大人的意思，程家二小姐是被本王克死的？不敢，下官并没有此意。当年的事，本王查到的唯一线索就是程千月的生母秦氏。说程千月真的死了，那本王今夜就要把秦氏带回去。属下来迟，请王爷恕罪。把尸体处理了。来人！王爷，外间都传你凶狠嗜杀的，那程家竟然还胆大包天，竟敢用庶女代替嫡女嫁进王府，这些您早就知情，为何隐忍不发？因为本王想要的就是程家庶女程千月。王爷不好了，程家二小姐不愿意嫁进王府，自尽了。什么？程千月死了？那她母亲呢？我病了！
暴力克妻的戚王爷。我既然来了，那我就绝不能嫁给他。月儿，哎呦！尊称两位见人物相领，系统空间已激活。装神弄鬼。程小姐，我朝律法规定，凡是出现怪力乱神的妖物，一律用玄天观的天火烧死。你确定还要如此吗？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了。既然程家二小姐能死得复生，想必也是命运，那就嫁给我，为何破了这科技无常？难怪都说七王爷是煞神，这么大的淤青一定很疼吧？月儿，你什么时候有这么个镯子？激活系统。娘，你能看见这个面板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哪有东西啊？月儿，你不会是脑子坏了吧？不行，娘得去给你拿药啊！我记得那个声音说这个是空间系统。升破低等白瓷茶具一套，宿主可兑换20积分。这竟然是真的！加特林 AK47 开颅器缝合针，这不仅现代武器应有尽有，连我的缝合器材都有。时空之门，个10百千，哇，100万！那我得攒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啊？宿主帮助关键人物相领，查清先太子谋逆案的真相，可获得100万积分。不过，宿主需要通过与相领的肢体接触，获取亲密度，从而解锁空间权限。唯有达到灵肉合一的至深亲密，方能彻底激活时空之门。是吧，阿 Sa？ 相领身材长相都是极品，嘿，那我也不亏了。月儿，来，这是咱们家祖传的灵药，吃了你脑子就好了。哎，茶具呢？刚刚明明在的。检测到顶级流金紫玉还魂丹，价值2万积分。2万积分，是不是跟当年的太子谋逆案有关啊？娘，这是哪来的？是不是我们家祖传的？是啊，你外祖家是太医世家，20年前牵扯先太子谋逆一案，获罪临风。我果然没有猜错。王爷，那程家二小姐只是个庶女，您为何？她的母亲是20年前兄长谋逆案中秦太医的女儿。您是说，他们很有可能知道一些当年的真相？多亏我这外世子卑微身份，才侥幸逃过一劫。只是失了庇佑，无奈流落街头，不得已嫁给你爹做妾。来，快喝吧。好。方案虽难，但却是回家唯一的捷径。眼前这千斤重担，我必须扛起来。月儿，明日你便要成亲，可娘却没什么可以给你。我刚才偷偷去看了夫人，夫人虽说给你准备了88台嫁妆，但里面都是空的，他们不过是做做表面功夫罢了，都是娘没有。娘，别担心，再忍忍，过不了几日啊，我就带你去享福。至于嫁妆，自然是要自己去抢的。要是我那嫡母发现我做的事，只怕要活活气晕过去了。月儿这样子，不会是迷症了吧？都怪我没用，不能阻止她嫁到七王府。哎呦，我这苦命的妹妹呀，等以后嫁去了七王府，缺吃少穿的，不知道还要吃多少苦呢。不如你求求姐姐，姐姐就赏你2银子，如何？大小姐何必这般羞辱？我的月儿已经替你出嫁了，为何还要如此苦苦相逼？我只是实话实说，妹妹出嫁，做姐姐的总要关心一下，你说对吧？
看我做甚？嫡母，你给月儿准备的嫁妆，你还没告诉姐姐吧？你对月儿这么好，月儿很是感激。没想到你不仅是命贱，脑子还不好。我母亲不过是做表面功夫，这些嫁妆只是虚台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你还想要88台嫁妆，你看看自己配不配？这怎么能是虚台呢？你看，这都是999足金，是嫡母压箱底的钱呢。还有，还有这些，我的羽绒衣，这些啊，都是嫡母为我准备的珠宝钗环，足足有88台呢。全京城没有比我更风光出嫁的了。这些东西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小资料珠宝古董等物品，共1122件，黄金3000两，白银1万两，共获得1万积分。嫁妆只是一部分，更多的都让我放空间里。是的，我要好好给崔氏立个人设，让他哑巴吃黄连，有苦不能言。嫡母对月儿这般好，定是怕我嫁到王爷那边受委屈，所以才这般对我。像嫡母这般心善的人，在整个京城都找不到第二个了。这般好，我一定以后要好好孝顺你快给我搬回去！没想到陈夫人如此大度，之前还有人说陈夫人刻薄，想来都是骗人的。嫡母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你不会是想搬回去吧？你算计我，小贱人！那月儿先拜别嫡母姐姐。还有嫡母了，像嫡母这般心善的人啊，在府中一定会好好善待我的嫡母的。月儿啊，这就先谢谢嫡母啦。那是当然的。娘，那些都是我的嫁妆。不碍事儿的，他偷不走多少东西。娘亲给你准备了很多的嫁妆。不好了，家里遭贼了！厨房、院子里，凡是能搬动的东西都被搬空了。让我好可怜，真是一张没给留啊！夫人，我的钱。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社畜败家，片甲不留。早就听闻皇上厌恶七王爷，没想到王爷大婚，不仅皇上没来，连各世家高门都无一人前来。这冷清清的，哪儿还有半分喜庆啊？不过也对，要是陛下真那么在意七王爷，会让一个五品家的庶女嫁给七王爷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宿主，这是秦姨娘亲手做的百花仙酒，作用是能让不行的男人再娶雄风。这可是好东西啊！不过宿主那娘平时老老实实的，居然能给她这东西，看来古代真比我们现代更开放呢。这是原主的扎笺，让秦姨娘做了贿赂高官的。这也是秦姨娘在程家能保命的关键。这次秦姨娘应该也是怕你在王府不受宠，才偷偷塞给你的。那我可不能辜负她。本以为我还担心王爷不与我同房，现在嘛，王爷。妾身啊，敬一杯。程千月，别以为本王娶了你当王妃就可以随随便便。若你安分守己，本王还能容你。关键人物相礼，肢体接触一次，获得10点幸运度。就喝了这合卺酒吧。程千月，你不过来！
别跑啊！哎，你再过来，有个我对你不客气。500亲密度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小李，你就从了我吧。小李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我都这样了，你都无动于衷，你是不是不行啊？王爷，嘉禾公主说她临盆在即，不便亲自前来道喜，便将她大婚时的喜被送来，恭祝王爷王妃百年好合。王爷，王爷不会真不行吧？难怪这么多年都不近女色。你要再敢胡说，本王就割了你的舌头！王爷，王爷，不好了，嘉禾公主难产了！说什么？青岛嘉禾公主难产而亡，不知道是哪个爱多嘴，在皇上面前挑拨，说是因为公主送了您新婚贺礼，所以对您的煞气阻挠。皇上下旨，让您和王妃速速前往长公主府。杀了你！一上来就动手，你这个煞星！夏荷一直好好的，给你送去贺礼后就突发难产，被你克死的！杀了你，替他们母子报仇！驸马，你冷静些，我家王爷凶煞，客卿一说纯属谣言。嘉禾公主是圣上唯一的女儿，又深受圣上喜爱，我家王爷怎会害她？这京城谁人不知七弟是天煞孤星？且不说20年前的事，就说今年，你连续克死3个未婚妻，我看嘉禾是被你克死的。哼！参见父皇。参见父皇。孽障！朕当年就该把你一起处死。原来皇帝已经厌恶七王爷到这种地步了。但父皇为何还留我苟活至今？你放肆！人一旦死亡，全身的血液就会停止流动，这棺材里怎么还会有血液流出来呢？难道……皇上，驸马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嘉禾公主仅仅只是送了一床喜被，便一尸两命。若哪日七王的煞气不受控制，伤害到了皇上，来人，在，把这个孽障拉出去，给朕斩了！且慢，大胆！皇上下旨，岂有你插嘴的份儿？皇上，嘉禾公主她没死。胡说！嘉禾公主明明已经没了心跳和呼吸，这是老夫亲自诊断的，没有错。齐王妃莫不是为了开脱罪名，故意在这胡搅蛮缠？嘉禾已经没有呼吸，怎么会还活着？是真是假，开棺一看便知。原来他也懂医术。大胆！开棺是对逝者的大不敬。来人，把他拖下去杖毙！嘉禾公主现在极有可能是因为难产而导致假死现象，羊水混着鲜血流出。若腹中胎儿不能在2小时之内生产，胎儿就会窒息而亡。到那个时候，嘉禾公主才是真正的死定了。今天这么好的机会，能弄死萧凛这个贱种，可不能节外生枝。大胆，贸然开棺会惊扰亡灵，你就是存心想让公主走得不安心。皇上，驸马，老夫行医数10载，难道连人究竟是死是活都判断不出来吗？齐王妃明显就是在胡搅蛮缠，你可千万别被她愚弄了。来人，把齐王夫妇拖出去，打入死牢。皇上，反正嘉禾公主在你们眼里已经是一个死人了，不如让我试一试。你们如果发现我不能救她，再处置我们也不迟啊。
他就是想拖延时间。对，父皇，不能再让害死嘉禾的人再去冒犯嘉禾的遗体了。动手！陈妃娘娘，我有80%把握能救回嘉禾公主，你让我试试吧。你和七王毕竟是皇室中人，皇上就算怪罪，也是毒酒白绫，给你们一个痛快。可若你救不活公主，那便是欺君之罪，是要处以五马分尸的。你还确定要开棺吗？我确定。好，陈妃，你嘉禾毕竟是本宫的女儿，她的事就不劳贵妃操心了。皇上，臣妾想让七王妃一事，求皇上成全。请你们都先出去。公主这是流产产生的假死现象，当务之急是想办法让她活过来。该用什么药呢？友情提示：宿主可使用鎏金紫玉还魂丹唤醒嘉禾公主。那个是价值2万积分的呀！哎呀，算了，救人要紧。友情提示：宿主与8件人物亲密度不够，无法从空间拿取物品。王爷，咱们出府前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一旦有人对您不利，会放出信号，暗卫们即刻便可赶来。只是这样一来，咱们暗中经营的实力便要暴露了。冷风，亲密度加5百。多亲几口，免得一会儿亲密度不够。加1加5。原来他早已这般爱我。皇上，您看，七王妃这不是要胡闹吗？口口声声说要救下嘉禾公主，却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得此等下作之事。是啊，父皇，现在他一个人在里面，还不知道要对嘉禾的尸身做些什么。他心怀怨恨，故意损毁和侮辱嘉禾的尸身的，我们不能不防啊，父皇。他敢！住手！你们进来做什么？赶紧出去！他在做什么？难道他真的疯了，想拿嘉禾尸体泄愤？大胆！你这个贱妇，果然是想损害公主的遗体。公主陷入休克假死，如果不立即手术，她是会没命的。闭嘴！事到如今，你还在狡辩。从古至今，就没有人被剖腹还能活下来的。本宫差点被你蒙蔽。竟然敢欺骗朕，还试图伤害嘉禾的遗体，简直是罪不可恕！押下去，凌迟处死！哼！好疼，好疼！嘉禾，伤势啊，皇上！嘉禾，你活过来了！无非我好痛，救救我，救救我的孩子！医术居然如此高绝，居然真把嘉禾救活了！你们赶紧出去，我要马上给他做手术！赶紧出去！只要你能救活嘉禾，哪怕你要我的命，我都愿意。我要你的命做什么？你赶紧出去吧！赶紧出去，快！还好那颗丹药给公主服下了。嘉禾公主，我会给你用最好的麻醉针，不会疼的，我会保证你和孩子的安全的。方才就该快刀斩乱麻，处死这个贱人。这下陈妃、公主府、镇国将军府恐怕都会成为七王的助力。这等起死回生的医术，若能为我所用，母子平安。今日多谢你救下嘉禾母子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们的恩人。七皇嫂，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。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我并倾力相助。不敢当二位的线，昨晚大家都觉得是我家王爷的煞气导致公主难产，为此啊，驸马
可是要提剑杀了我们，为公主报仇呢。驸马呢？父皇，昨日难产就是驸马，归他那个表妹所赐。驸马，告诉朕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父皇，全都是误会，真是误会。皇上，方才在院中，此女竟躲在门外窥探，属下怀疑她居心不良，便将她带来审问。表哥救我！萧凛也不是毫无胜算，看来今日就算我没救下嘉禾公主，我也死不了。父皇，母妃，我昨夜就是撞见驸马和那个奸人幽会，一怒之下才难产的。如此大胆，怪不得驸马一见我就喊打喊杀，原来是想将谋杀嘉禾公主的帽子扣在我头上。都是误会，公主。父皇，我跟表妹是清白的。此宫女已经怀胎2月，为此，驸马作何解释呢？好啊，原来你们2人早就已经珠胎暗结了。若不是今日七王妃救下嘉禾，只怕我们所有人还被你们这对奸夫淫妇蒙在鼓里。来人，将此2人押入死牢，明日问斩。不是，父皇，父皇饶命啊！走。父皇，经此事证明，七王爷煞气伤人，纯属谣言。希望父皇以后不要因为谗言伤了父子情分。皇上，怪力乱神之说不可信。七王妃有起死人受白骨的医术，今日更是立下大功，理应嘉赏才是。更何况有她在，您的龙体亦可安心。七王妃救治公主母子有功，赏黄金1000两，珠宝10枪。儿臣谢过父皇。七皇嫂，这个是公主府的令牌，以后有任何事情，有了它都方便些。要是七皇兄以后敢欺负你，我定上门为你撑腰。平时啊，王爷对我好着呢，是吧，王爷？能娶到千月是本王的福气，本王一定好生待她。公主，你才生产，按理要好好休息，我们先回去了。你好生休养。程天月与昔日懦弱不受宠的庶女判若两人，与安危所报截然不同。难道她不是程千月？贱人，竟敢坏我事！娘娘息怒啊！你让本宫如何息怒？这么多年，本宫费尽心思打压萧凛那个贱种，让他被皇上厌弃，被朝臣孤立。可经此事之后，萧凛就有了陈薇和嘉禾公主的助力，你让本宫如何能咽下这口气？王爷，据属下所查，前20年的王妃的确是程家最不受宠的庶女，为人胆小懦弱，毫无主见。可现在机智勇敢、医术高超的样子，确实判若两人。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哇，这么丰盛的菜！本王听闻你喜吃辣，便在厨房准备了几份，尝尝。可大清早的吃这么辣，会不会有点太重口味了？还挺好吃的，王爷你尝尝。你怎么了？你不是真的郑继妃，你究竟是谁？前进我有何目的？他怎么知道我不是真的？王爷你在说什么？王妃别装了，据我所查的消息，程家2小姐一吃到辣椒，身体就会严重不适。如果你是真，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说，你究竟是谁？萧凛，你个王八蛋！老娘昨天才刚刚帮了你，你居然说翻脸就翻脸！我就是程千月！还敢狡辩！王妃的脸！王爷，你把手放了，我要喘不过气来了。王妃，王爷已经放手了。西头，快给我一粒
他定片。抱歉，宿主，您和香菱的亲密度太低，无法兑换。你不能吃辣就直说，本王又没有非让你吃，你想干什么？亲密度加500，1000，1500。宿主，也为您兑换特级弗雷塔定片1粒。不愧是王妃啊，这技术，声色中带着一股同归于尽的霸气。王爷，你看，我们果然是天生一对。我亲你几口我就好了，我们真是天作之合。程金月这样子，怎么像是想把我吃了？程金月，你放肆！我可有做过任何伤害王爷的事儿？那倒没有，王妃还帮王爷洗脱了冤名呢。王八蛋！既然这仇我记下了，你别让我逮着机会。我在闺中便爱慕王爷，本想与王爷琴瑟和鸣，没想到王爷居然不愿意跟我同房，还这般猜忌我，这就是我自作多情了。难道他真的痴恋我？可我刚刚在他眼里，分明感到一丝杀意。王爷，王妃今日回门，她在程家备受欺压，若您不陪同，恐遭刁难。王爷，王妃身份已经无疑，又对您痴心一片，您就是她的主心骨。若您今日能陪她回门，给她撑腰，王妃肯定能原谅您昨日的试探。本王一向赏罚分明，既然他救了嘉禾，那本王就勉为其难的陪他去一趟吧。你可曾见过王妃？没。王妃人呢？回王爷，王妃她已经出发去城府了。啊！王妃一个人回门，定然会被娘家看不起。此话怎讲？在我朝，女子回门必须夫婿陪同，不然就会被人戳脊梁骨。事到如此，王妃又是庶女，还不知道在娘家要受什么搓磨。他自找的。王爷，您去哪儿？月儿，你在七王府还好吗？七王爷有没有难为你？娘，我没事儿。七王爷连回门都不陪你来，我看你这个王妃当真是个笑话。哟，姐姐平日里珠光宝气，可今日穿戴怎么这么朴素啊？贱人，要不是你偷了家里的东西，我怎么会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了？说话可要讲究证据啊！污蔑王妃可是大罪。宝珠，不得对王妃无礼。哟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王妃这是说笑了，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呀。而且你救嘉禾公主这事，全京城都知道了。啊，对，坐。宝珠，给王妃倒酒。以前啊，种种都是我的不对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喝了这杯酒，与我一笑泯恩仇，我便放你娘自由。还有啊，这个呢，是你娘的身契，这是老爷亲笔写的放妾书。你要喝了这杯酒啊，你娘就自由了。月儿，这里面可能有诈，他肯定不会那么好心的。王妃怕我下毒？好酒，那你快喝啊！月儿，
你死定了！这杯酒里可是有剧毒。你们杀害王妃是死罪，我们可没有谋害王妃呀！你是被七王爷给克死的。贵妃娘娘说了，只要你死，我们程家那可就飞黄腾达了。能为家族而死，也是死得其所了。原来是这样。你没事儿？我可是救了嘉禾公主的人啊！就你们这点小伎俩，还想害我呀？小样！来人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凭什么闯我府宅？我们是嘉禾公主府的人。程家人蓄意谋害本王妃，桌上的毒酒还有佣人都可以作证，请你把他们带到京兆尹吧。是，拿走。程千仞，你这个贱人！你不能这样对我！我是贵妃的人。哎，慢着，带走。娘，你自由了。王爷，说不定王妃现在就在被程家人欺负。您现在进去给她撑腰，王妃一定会感激您的。就算我给她机会，她可不一定会领这个情。放开我！王爷，程家人意图毒害七王妃，七王妃命我们将他们送到京兆尹。如果王爷没有别的吩咐的话，属下先行告退。下去吧。是。王爷，你为何不让王妃知道你来了？总之，你不许告诉她，本王今天来过。为什么呀，王爷？让王妃知道你关心她不好吗？闭嘴！本王说不许就是不许。那王爷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回府吗？本王觉得今天天气不错，你想去逛逛？这不还是去找王妃吗？王爷真是死要面子。废物！本宫想叫他们毒杀程千月，好趁机坐实萧凛克妻的名声，没想到全被他们给毁了。娘娘，程千月不容小觑，他又对萧凛一片痴心，有他在，我们想要除掉萧凛，恐怕就……一片痴心。本宫之前让你找的人如何了？那女子老奴已经调教好了，可随时为您效力。既如此，那就抓紧时间去办吧。有他在，本宫就不信程千月和萧凛不离心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娘，咱们去牙行看看，我打算买个宅子，等以后我们从七王府离开，就不怕没个落脚的地方了。好，娘都听你的。走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敢杀了我儿子！你个贱人！官爷，就是这个贱人害死了我儿子呀！你们赶紧把他抓起来，快呀！官爷，我冤枉啊！我呸！你还敢很冤枉？这屋里就只有你和我儿子两个人，不是你杀的还能有谁啊？哎呀，这没天理的呀！媳妇敢谋杀亲夫了呀！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昨天王二喝多了之后，就将我打晕了过去。我再醒来，我就发现他已经死了，真的不是我杀的。妖婆子，你家王二最喜欢喝醉酒打湘云了。湘云从来只有挨打的份儿，你要说湘云敢杀王二，那我们肯定是不信的。平生最恨家暴男，你们瞎咧咧什么呀？男人打自己婆娘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肯定是这个小贱人趁我儿子醉酒后将他弄死。官爷，你们赶紧把他抓起来，凌迟处死！我要让他给我儿子陪葬。谋害亲夫，按照我朝律法，确实要被凌迟。
可怜的湘云，怎么就遇见刁婆子和王二这两个泼皮无赖？陈湘云，昨夜这房中只有你和王二两人，所以你是最大的嫌疑人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且慢，王爷，王妃是不是先回王府了？且慢，放开他！放肆！你敢阻挠公务？我是公主府的人，不知姑娘有何指教？王爷，王妃这是要做什么？这位贵人，就算你是公主府的人，我也不允许你乱碰我儿子的尸体。湘云姑娘确实不是杀人凶手。哎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胡说什么呢？王二身上除了后脑勺的伤，并无其他外伤，口腔、鼻腔却有残存的食物，明显是昨晚王二将湘云姑娘打晕后走出门，不慎踩空摔倒，后脑勺着地，陷入昏迷，被自己的呕吐物给呛死的。别打我！别打我！让你跑！所以湘云姑娘无罪，王二是自作自受。王妃随意查看几下尸体，就推测出案发经过，王妃真厉害啊！如果之前的程前元有这样的本事，不至于在程家吃这么多年苦。不可能！你跟这个小贱人是一伙的，官爷，他说的话不能信啊！你们如果不相信我的话，可以让仵作前来验尸。本官相信姑娘。当然。这位姑娘的推理确实有理有据，王二确实是死于意外，与他人无关。不只是无关，简直自作自受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姑娘，还我清白。你瞪我做什么？要不是你的儿子殴打湘云姑娘，她也不会莫名其妙的就死掉了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说得好，这都是报应。刁婆子，如果你平时能多约束你儿子，让他少喝酒，说不定他就不用死了。湘云多谢姑娘和大人，还湘云清白。恭喜宿主查清案件，获得20万积分。这样一桩小案子，居然有20万积分，那我岂不是再查清4桩冤案，就能获得100万积分，然后打开时空之门回家了？叮，友情提示：只有关键案子才能获得积分奖励。关键案子，系统之前说的关键人物是萧凛，现在我救了湘云，又出了一个关键案子，难道湘云与萧凛有关？都是你这个贱人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儿子也不会死。我要杀了你，为我儿子赔死！来人，给我把这个敢当众伤人的恶妇拿下！按照律例，当众伤人杖20，囚1月。带走，走！不要杀了你！为我儿子陪葬！姑娘，在下刑部郎中陆记，见姑娘刚才对仵作验尸之事颇为擅长，正好刑部仵作一职还有空缺，也不知姑娘是否愿意来刑部做事。我，请你独家5十。七王爷，本王的王妃可不适合在刑部任职，多谢陆大人的好意。原来是七王妃，是下官冒犯，请王妃恕罪。无事，大人也是一番好意。那下官先行告退。下官告退。湘云姑娘，你自由了，你可以回家找你的父母。
我自幼被人从北地拐卖到这儿，北地早已不记得父母长什么样了。北地离京城千里之遥，只怕是我此生再也回不了家了。这狼牙从何得来？外公当年在北地打死狼王，从狼王身上拔下的2颗狼牙，一个给了我，一个给了阿元。这狼牙从何得来？这是我被拐时就带在身上的。阿元表妹左臂有红色的胎记。阿元，我找到你了。湘云果然和萧凛这个关键人物有关系，可是真有这么巧的事吗？阿元，你尝尝。烤兔肉，我还记得，阿爷以前经常猎来兔子烤给我吃。自从被拐子带到京城，就再也没……阿元，表兄答应你，往后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王妃，你别误会啊！王爷找到他的表妹啊，我是真的很替他开心。哎，冷风，阿渊到底是什么来历啊？阿渊小姐本名顾渊，是王爷亲舅舅的女儿。20年前，先太子和皇后被诬陷谋反，皇后的母家镇北将军府也被牵连，满门抄斩。可就在治罪圣旨下达北地的前一日，阿渊小姐意外失踪，从而逃过了一劫。那这么说来，阿渊是镇北将军府顾家唯一的血脉。是。难道真这么巧？算了，我先想办法把萧凛睡了，免得需要兑换东西时亲密度不够。王爷，属下已经查明，阿渊小姐18年前被刁婆子买来做童养媳，这些年来，他们对阿渊小姐非打即骂，阿渊小姐确实吃了很多苦。伤害阿渊的人都得死。是，属下一定让那恶毒的刁婆子看不到明天的太阳。不过说起来，这次能找回阿渊小姐，王妃功不可没。属下告退。王爷，妾身给您炖了鸡汤，您尝尝。这里面我放了足量的壮阳药，我就不信这次不行。本王自己来。王爷为何对我如此冷淡？东方花主也不愿与我亲近，现在也要拒我于千里之外，是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不是，本王只是……那你赶紧尝尝。为什么我会觉得他有点可爱？王爷，王爷，阿渊小姐身体不适，请您过去看看。阿渊她刚来府中，颇有不适，我得看看。又功亏一篑。阿渊能洗清冤屈，和表哥相认，都是王妃嫂子的功劳。阿渊特地炖了汤，向嫂嫂聊表谢意，望嫂嫂莫要嫌弃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阿渊姑娘，你真是太客气了。阿渊小姐，我特地来谢你，你为何？王爷，阿渊小姐好心好意，亲自做了汤来感谢王妃。谁料王妃不仅不领情，还一把将阿渊小姐推倒在地。你诬陷人的理论可真有一套，明明是她自己摔的。表哥，你别怪嫂嫂，是我自己摔的。程清月，阿渊是我的逆鳞，
你若再敢伤害阿渊，我要你的命！好歹我以前也救过他，没想到他居然恩将仇报。月儿，我看王爷对这位阿渊姑娘十分袒护，关爱有加。说到底，他们二人毕竟是兄妹，若王爷再因他的挑拨加难于你，那如何是好？娘，你放心，大不了我以后避着他点儿。我什么时候才能攒满100万积分啊？我想回家。月儿，娘在厨房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栗子糕，来，快尝尝。真好吃，谢谢娘。王妃，王爷请您和秦夫人去趟阿渊小姐的碧桐院。发什么疯啊你！程千月，我警告过你，再敢动阿渊，我绝不轻饶。看了我的话，要听进心里。你竟敢给阿渊下毒！你神经病！我什么时候给顾源下毒了？阿渊小姐吃了厨房做的糕点，便吐血昏迷。你娘正好去过厨房，不是你让你娘下毒的。整个王府还有谁会害阿渊小姐？我只是去厨房给月儿做盘栗子糕，我没有下毒。厨房来来往往这么多人，凭什么一口咬定就是我娘下的毒啊？王府的下人都是多年的老人，个个忠心耿耿，绝不会谋害阿渊小姐。只有王妃你嫉妒阿渊小姐和王爷的感情，才会下毒除掉阿渊小姐。我说了，我没有。王爷，情况紧急，阿渊小姐再不解毒就会危及性命。解药不在王妃手上，便在秦夫人手上。王爷，直接下令搜身吧。程千月，是你自己拿出解药，还是我命人搜身？搜身简直是奇耻大辱！冷风，住手！放了我娘，我给顾源解毒。放开他！阿渊姑娘确实中毒颇深，现在需以银针刺入指尖，把毒血放出。这么长的针，你是要解毒还是要害阿渊小姐？这根针可是我救过嘉禾公主的，她都能救，还怕什么呢？我这针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刺入体内会伴有剧烈的疼痛。阿渊姑娘，这纤纤玉手啊，等会儿扎进去，可会肿成像萝卜一样。扎哪一根好呢？从食指吧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哼！王妃嫂嫂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没时间陪你们胡闹了。既然王府容不下我，那我走便是。表哥，你们都下去吧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听下人说，皇后姑母曾给你我定下婚约，我担心王妃嫂嫂知道会容不下我，所以你就先下手为强。表哥，阿渊自小没有亲人相护，受尽冷眼，吃尽苦头，阿渊只怕再失去唯一的亲人。表哥，对不起，阿渊不该这样的。阿渊，是我没有做好。你放心，往后表兄不会再让你受半点苦楚。
娘，咱们先在这儿将就几晚，等我们找到合适的宅子，我就把它买下来。月儿，我们就这样出来，王爷会不会怪罪？哎呀，现在哪有时间理他呀？倒是那个顾渊，我觉得他来者不善，我怕你在王府有危险，所以才把你带出来的。好，若顾渊来者不善，那王二的死必然另有蹊跷，我得找嘉禾大王去再验一次尸体。表哥，今日是皇上寿辰，如果您要进宫，能不能带上阿渊？阿渊想去冷宫祭奠姑母和太子表哥。表哥，好吧，那你需要扮作我的宫女，跟在我身后，我带你进宫。多谢表哥，那我现在就去准备。七皇嫂，你非要让我带你来刑部停尸房做什么？这里阴森森的，而且今日是父皇的寿辰，我们赶紧走好不好？不行，我有一个疑问，必须要今日就解开。果然，七皇嫂，这根银针封住了王二的穴位，使其全身僵硬，王二不得已才会被自己的呕吐物给呛死的。所以，王二的死不是意外，而是有人故意为之。站住！根据系统提示，顾渊是20年前先太子谋逆案关键人物，那他无缘无故来害我，除非……公主，你把当年谋逆案的起始告诉我好不好？七皇嫂为何想知道这个？来不及解释了，公主，你就告诉我，把全部都告诉我好不好？当年我年纪尚小，只听母妃说，先太子在父皇生辰时联合镇北将军，也就是太子的亲舅舅过海围困皇城，还好魏武后拿着父皇的私印去调来京郊的神威军，才救下父皇。但当年此案疑点重重，朝中大半朝臣都想上奏请求父皇重查此案，但父皇认定太子谋反，不愿再查。于是父皇和朝臣们又僵持了半个月，直到年幼的七皇兄去向父皇求情时，不小心说漏了嘴。父皇得知东宫树下埋有一条龙袍，父皇勃然大怒，就处死了太子。镇北将军府也满门抄斩，顾皇后也在冷宫中绝望自尽。你的意思是，皇上当年处死太子和镇北将军府的证据是萧凛提供的？原来顾渊为了陷害我所做的这些看起来很蠢的事，都是为了迷惑所有人，因为他真正的目的是对付萧凛。当年姑母就是在这儿，在这儿。总有一日，我会还母后和兄长清白，为顾家平反。姑母泉下有灵，请保佑阿渊为你和太子表哥，还有顾家满门
洗刷冤屈，报仇雪恨。祝皇上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谢皇上。父皇，这是儿臣特意为您寻来的南海夜明珠，祝父皇龙体安康，万寿无疆。这才是朕的好儿子。今日怎么不见七王爷？别提那个孽障。皇上，或许七王爷是有事情耽搁了。皇上，娘娘，方才七王爷硬闯冷宫，奴婢拦不住了。放肆！皇上，或许七王爷还是忘不了皇后当年在冷宫中自尽的事，居然在您寿辰这日强闯冷宫。好，那朕就亲自去看看这个孽障到底要做什么。给朕把门打开。是。皇上，这门是从里面锁住了。皇上，七王简直太放肆了！您明明禁止任何人进入冷宫，七王不仅强闯冷宫，现在更是知道您来了，还敢锁门，简直不把您放在眼里。把门撞开。是。皇上，萧凛为了给太子和顾家报仇，居然杀了魏武侯。朕当年就不该将他留下。中计了！父皇，魏武侯不是儿臣杀的。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敢狡辩？萧凛，谁人不知，如果不是当年魏武侯带兵救驾，太子就谋反成功了，所以你便在冷宫把他给杀了，来祭奠皇后和太子，对吧？皇上，此事尚未查明，若您贸然处置七王，只怕会引起百姓非议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今日一定要钉死萧凛的罪名。萧凛仇杀魏武侯是事实。皇上，如果您念在父子之情心软，指不定萧凛下一个要害的人就是您。比起魏武侯，他最恨的人是您呐！是啊。来人，将萧凛拿下，打入死牢，择日问斩。我还没给母后兄长和外祖母洗清冤屈，我不能死。且慢！父皇，王爷是冤枉的，请您明察。父皇，儿臣也相信七皇兄是无辜的，请您明察。无辜？萧凛以魏武侯的命来祭奠皇后太子，你们自己看，牌位还在这摆着呢，他哪无辜了？皇上，能不能让我上前查看一下尸身，找到一些证据，证明王爷的清白？程千月不简单，上次嘉禾难产，如果没有他，萧凛早就背上克死嘉禾的黑锅，被皇上处死了。这次绝对不能让他坏了我的好事。皇上，萧凛和程千月夫妇一心，指不定杀害魏武侯他也有份儿，请您将他一同打入死牢。林贵妃，有本事冲我来，此事与他无半点瓜葛。程千月，看在你曾救治过嘉禾母子的份上，朕允你和萧凛和离，若再多言，便与他同罪论处，将萧凛拿下。我不合理。这程千月怕不是疯了吧？陛下都已经饶他不死了，他还在作死，难不成他真的对七王爷情深至此吗？他是除了母后和皇兄之外，唯一对我这般好的人。皇上，既然他一心求死，您何不成全了他？父皇，现如今魏武侯的死尚未查清，您就这么武断的想要了儿臣夫妇的命，只怕天下的百姓会说天子骨肉相残。还请父皇给千月一炷香的时间，让千月
证明儿臣的清白。若是无法证明，儿臣自愿赴死。恳请父皇放过妻女。萧凛，你……我相信你。皇上，您不妨答应七王爷，有他这话在前，倘若七王妃不能证明此事与七王无关，到时您再下令处死七王不迟。这样既不会有损您的清誉，也叫众人心服口服。好，那朕就给你一炷香的时间。多谢父皇。魏武侯毕竟是男子，你就这样解开他的衣衫，简直不知廉耻。是，尸体在我眼里都一样，思想龌龊，看什么都是龌龊的。你本王都不介意，林贵妃休要在这里再搞笑。父皇，请问你们是亲眼看到王爷杀害魏武侯的吗？啊，并未。是这宫女说，亲眼看见七王爷进了冷宫。我们赶到时，殿门紧闭。皇上下令撞开门之后，就看见七王和魏武侯一起躺在地上。可是这萧凛手上还拿着杀害魏武侯的匕首，这很明显，他就是凶手。请问你是何时看见王爷进入冷宫的？奴婢方才瞧见七王爷进了冷宫，便赶着去告诉贵妃。那时至今约莫半个时辰。那就很奇怪了，父皇。魏武侯1个时辰前就已经死了，王爷那时并不在冷宫，如何将已经死了的魏武侯再杀一次？你凭何断定魏武侯是什么时候死的？我看你就是为了给七王脱罪，在这里信口胡言。父皇，人死亡超过1个时辰，尸体会变得强直、僵硬，尸体血液向下沉积，淤积在毛细血管和小静脉内。尸体会出现暗红或紫红色的尸斑，魏武侯死亡时间与宫女所说的时间根本对不上，这足以证明王爷是清白的。皇上，七王妃一人之言不可信，臣妾有一内侄在刑部当差，精通仵作验尸之道，不如把他召来，看看七王妃说的是否有误。传。他居然是林贵妃的侄儿。臣陆绩参见皇上。你去查看一下魏武侯的尸体，看看他是何时死的。臣遵旨。陆绩，想要回林家认祖归宗，可一定要认真回答皇上的问题。回皇上，魏武侯的死亡时间是在1到2个时辰之间。陆绩，想清楚再回答。皇上，魏武侯的尸体僵硬，尸体产生尸斑，这完全符合人体死1到2个时辰的表现。臣在刑部多年，绝对不会。而且魏武侯的身体上虽然只有1处在心口的明显致命伤，但是在伤口之处，血流明显缓慢，这使我怀疑死者是在利器所撕之前，心脏就停止了跳动。不愧是专业的。这不可能，肯定是你们串通好的。三王这话说的好笑，陆大人是林贵妃的内侄，你的表兄弟，又是林贵妃举荐他来验尸的，他怎么会和七王妃事先串通？说不定是萧凛提前派人杀害魏武侯呢。你们看，这牌位在这摆着呢，肯定是想用魏武侯的命来祭奠皇后和太子。三皇兄的意思是，本王在如此守卫森严的宫中派人，杀掉武艺高强的魏武侯，然后乖乖的躺在这里，等着父皇来。你为人痴笨，本王也如你一般，吃什么？你闭嘴！父皇，顾家四兄妹的名字叫做海燕和亲，而这个燕字是宴会的宴。王爷怎么可能连自己亲舅舅的名字都写错呢？父皇，七皇嫂说的有道理。皇上，他们这都是在狡辩。父皇，方才陈妃娘娘说，你们赶到的时候，王爷他是昏迷的。你们可以传一名太医前来查看王爷体内是否含有迷药。没错，七皇兄不可能杀了人之后
自己对自己下迷药吧。不必了，传旨，让大理寺和刑部一同去查魏武侯之死。朕倒是要看看，到底是谁在背后兴风作浪。程千月，本宫倒是想看你了。贵妃娘娘说什么啊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没想到程家一个庶女竟然有这种本事，之前是本宫低估了她。既然如此，别怪本宫不给你活命的机会。七皇嫂对七皇兄真是一往情深呢。系统友情提示：宿主查清魏武侯死因，可获得积分奖励，还可以解锁新关键词。得到系统的提示，看来魏武侯的死因绝不简单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再给魏武侯做一次尸检。今日之事，跟顾渊脱不了干系。你又查到了什么？我进宫之前查了王二的死因，他的死不是意外，而是有人伪造的意外。可这也不能说明是阿渊做的。那你今日为何会出现在冷宫？阿渊今日想回冷宫祭奠他的姑母，可未曾想到冷宫，我便晕了。我知道顾渊是你唯一的亲人，但他对你有怨，我劝你还是提防着他点。天色已晚，我娘亲还在客栈里面等着我呢，我得回去看看她了。跟我回王府吧。留在王府进出都有人盯着，还不如住客栈，目标小心，更方便查案。我本以为对你一片真心，你就会信我，没想到因为顾渊三言两语，你就怀疑我，真让我伤心。我还是回去吧。我不应该没有查清就冤枉你。这样，你跟我回府，这府中库房里的金银珠宝、古董字画，我全给你。我对王爷一片真心，没想到在王爷眼里，我竟是一个这么贪财的人，真让我伤心。是的，别哭了，我是想弥补你。当真？当真。那把阿渊赶出王府，那就把顾渊赶出王府。这下萧凌应该不会再提让我回去了吧？我不能答应你，阿渊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。就知道你做不到，我还是回去吧。表哥，表哥，阿渊差点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表哥，阿渊，你们怎么回来的？属下在冷宫晕倒后，是在郊外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醒来的。当时我和阿渊小姐都被人捆着，我便用内力挣脱了绳索，带着阿渊小姐逃出来了。阿渊，受伤了吗？我没事，就是吓坏了。表哥，我害怕，你能不能陪陪我？先进府吧。王爷，王妃呢？听说今日在宫中是王妃还您清白，她人呢？怎么没跟您一起回来？王爷，阿渊，你跟我来。现在的电视剧真有气，古代果然有这种名言。表哥，纵使上次的事是我的不对，但表嫂作为王妃，居然说走就走，一点王妃的样子都没有。这次可不能再纵着她。阿渊小姐，您还不知道王爷为什么要带着您一起去找王妃吗？因为王爷要带着您一起去给王妃道歉。表哥，你真是这么想的吗？做错事就该道歉。娘，
我会想办法拖住他们，你赶紧走，别管我，从这个窗户出去。我会自保的，娘。月，我们一起走。娘，如果我们一起走的话，那我们谁也活不了。你去找萧凛，让他来救我们，好不好？好。月儿，小心！臭娘们儿，跑啊！继续跑啊！系统，快兑换加特林！抱歉，宿主，合约亲密度不够，无法兑换。靠！该死的萧凛，你跟我说一次会怎样？大哥，我求求你放了我，我上有老，暂时还没想。那你如果把我放了，你让我给你什么我都愿意。我求求你放了我吧，大哥！我要你的命！不管了，抖一次。摔下去一定很疼。我愿化作望断天涯，那一方尽是让颗心走，是你的名字。共缠绵，生生世世。生生世世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觉得萧凛这么帅？你没事吧？可有受伤？怎么回事？我的心怎么跳得那么快？月儿，月儿，你没事吧？娘，我没事儿。王妃，您不知道，王爷一听说您有危险，直接扔下我们，飞奔来您这儿了。阿渊，道歉。阿渊，道歉。王妃嫂嫂，之前的事是阿渊胡闹，对不起。我不该事情没有查清就怀疑你，我向你跟秦夫人道歉，跟我回府吧。魏武侯的死还没查清，如果跟萧凛回去，顾渊一定会盯住，还是住外面方便。不回去，我说过了，除非顾渊走，否则我是不会回去的。阿渊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你怎可这般胡闹？我答应你，往后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再发生。我才不信，男人的嘴，骗人的狗。我程千月从不受人诬陷，我说了，他不走，我绝对不会回去。王妃嫂嫂，表哥是阿渊唯一的亲人了，求你不要赶阿渊走。亲，不是我想赶你走，是你影响我做任务了。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他要是不走，我绝对不会回去。王妃，客栈不安全，还是回府吧。没事儿，嘉禾已经打算把他的别院借给我，那边挨着刑部，又有护卫，没有事儿的。娘，我们收拾东西去。回府。您是为了魏武侯的案子？对，我想知道刑部查到哪一步，有没有什么进展？刑部推测魏武侯是中毒，但却查不出是什么毒。如果他尸体在刑部的话，我想我能查出中了什么毒。是在刑部，我现在便带王妃去。请。好巧啊，竟然在这儿遇上王妃嫂嫂。七王爷，刚刚表哥带我去珍宝斋和奇秀楼，买了许多铜面首饰。王妃你看，
我身上这件衣衫就是10几个绣娘用上好的云锦制成的。我对阿渊多有亏欠，想做弥补，他不会吃醋吗？哎呀，表哥带我买了这么多东西，王妃嫂嫂不会生气吧？哎呀，你可是王爷的表妹，王爷对你好是应该的。王爷，陆大人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们先走了。慢着，你成日跟着外男，出入刑部，哪有半点王妃的样子？本王不许你去。就去，有本事休我呀！他不是对我深情一片吗？怎么看不出一点吃醋的样子？表哥，王妃和陆大人的关系是不是有点太亲近了？阿渊，你和冷风先回去。表哥，你冷静点，千万不要对表嫂动手啊！看来想要挑拨他们的关系很简单嘛。七王爷，王爷，你怎么来了？不用陪阿渊表妹吗？本王也来了解一下案件进展。到。镊子。哼，想跟本王比谁动作快，还嫩一点。死者男，45岁到55岁之间，其身上只有胸口处这一处明显的致命伤。在冷宫我们发现这位大人的时候，伤口处血液流动缓慢，并不符合被利器刺穿心脏而亡的迹象。这位大人也并没有中毒的迹象。魏武侯勇冠3军，武力非凡，若不是中了毒，谁能这么轻易的杀他？那他有没有可能是中了迷药？这迷药与毒药不同，进入人体数个时辰后便会消散，根本查不出来。以古代的技术查不出来，系统可以啊。还是这位大人脑子灵活，一下子就查到了事情的关键。居然敢碰别的男人！等回府，本王一定要用艾叶给他好好洗洗这只手。系统，给我做一份死者的血液化验报告。化验进行中，化验报告正在生成。宿主，我懂，需要亲密度嘛。他果然爱惨了我。魏武侯血液中含有大量曼陀罗，曼陀罗能令人身体麻木，无法动弹。我想凶手就是先用曼陀罗将魏武侯麻醉，再将他杀害。而曼陀罗本身毒素与一般毒素不同，不与血液发生反应，所以我们之前查不出来。恭喜宿主，查明关键人物魏武侯的死因，解锁关键词曼陀罗，获得40万积分奖励。Yes， 我的任务完成2/3了，再获得40万积分，我就能回家了。系统，你刚才说曼陀罗是关键词，意味着曼陀罗在当年的谋逆案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，甚至皇帝当年所中之毒也是他，对不对？系统无法告知，请宿主自行查探。萧凛，魏武侯体内的药是曼陀罗。曼陀罗，这是什么？曼陀罗是一种天然的草本植物，其种子含有的生物碱能够抑制中枢神经系统，误食可导致人昏迷，甚至是死亡，是一种天然的麻醉药品。陆大人，此事事关重大，甚至牵连到20年前太子谋逆之案，还请陆大人保密，切莫声张。猜的果然没错，曼陀罗和当年的冤案有关。看萧凛这个样子，他应该是查到了什么。拜托你了，陆大人。我可以答应你们暂时保密，可皇上让刑部和大理寺一同来查此案。若是被其他人发现魏武侯体内有曼陀罗，那下官就爱莫能助。陆大人，你放心，只要你不说，没有人能够查得出来。凭借这里的科技技术，根本不可能查得出。你这些年一直在查当年的案子，是不是查到了什么？能不能告诉我啊？世人都说我皇兄毒害君父，你相信他是清白的吗？对啊，我相信他。为什么？我的任务就是查清当年的冤案，既然是冤案，那太子自然是清白的。
不过不能这样说，因为我相信你啊。今天我给阿渊置办的东西，也给你备了一份。阿渊是我妹妹，她只会是妹妹，请你万不要误会。我不会误会，阿渊姑娘吃了那么多的苦，你对她好啊，我是不会生气的。唉，只是阿渊因为当年的事对你有怨，我怕她会被人利用。你是说林贵妃？去冷宫祭奠皇后是阿渊提出来的，之后你又陷入昏迷，被诬陷杀了魏武侯。萧凛，这世上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。阿渊他怨我，怪我，都是应该的。萧凛，当年你不过才6岁，就算你没有被人误导利用，那件龙袍还是会以其他的形式出现，所以你不用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。谢谢。什么？没什么，阿渊之前对你都有冒犯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我会将他送到安全的地方，不会将他卷入这些是非里。既然我们知道阿渊是贵妃的人，如果我们把阿渊送走，那贵妃肯定会派新的卧底前来的。不如我们将计就计。什么意思啊？将计就计。七皇嫂，七皇嫂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锻炼锻炼。最近京中在传，你一个区七王妃，整天和外臣同进同出，举止亲密，他们都怀疑你和陆季有染。谣言止于智者，我和陆大人清清白白，别人怎么说我管不了，反正我问心无愧。我当然相信你，但是3人成虎，这谣言要是被父皇听到了，只怕他会以损害皇室名声为由降罪于你，而且你不怕七皇兄误会？没事的，我有分寸。3日后，父皇会为安儿举办满月宴，你是安儿的救命恩人，一定得来。好啊。世人都说我皇兄毒害君父，你相信他是清白的吗？对啊，我相信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相信你啊。阿渊小姐，书房重地，请止步。冷护卫，麻烦通禀一声，我来给表哥送点点心。表小姐稍等。王爷，阿渊小姐求见。进来吧。表哥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你尝尝。这些让下人做就好。你是我的亲人，是王府的主子，有些事不用亲力亲为。王妃嫂嫂不在王府，阿渊担心表哥没人照顾。最近京中流言四起，说王妃与陆大人整日厮混在一起。胡说！表哥，我是表兄不好，吓到你了。你嫂嫂对表兄情深意重，这些事情是万不可做。是阿渊越界了，表兄勿怪。说你真的一点都不行，怎么会发这么大的火？无妨，就算你嘴硬，我也会让你亲眼看见程千月红杏出墙。这个盒子很是精致，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？都是些寻常物品。阿渊，你先回去吧。安儿是朕的第一个外孙，朕要封他为长乐郡王。说起来，嘉禾和安儿能在皇上膝下承欢，还要多感谢七王妃。林贵妃中邪了，居然会在皇上面前夸赞我。不错，
当时若不是七王妃，本宫也要跟着伤心死了。父皇，这都是儿臣应该做的。只是本宫最近听闻，七王妃离开王府，搬到嘉禾公主的别院独住，平日里还和刑部的陆大人交往甚密。七王妃现在京中流言，可都是在说你水性杨花，不守妇道。七王妃，此事作何解释啊？回父皇，儿臣会医术，对仵作之事也很感兴趣，经常和陆大人交流仵作之事。和陆大人啊，就只是朋友之间的正常往来，清清白白的，希望父皇明察。哼，我看呐，切磋技艺是假，暗通款曲是真的。七弟，你的头上有点绿油油啊！三皇兄慎言。好了，七王妃，日后你要恪守妇道，莫再与外男有过多的接触。儿臣谨遵教诲。都怪我不好，误了王妃的衣裙，我陪王妃去更衣吧。不碍事，不要慌张。不行，若害得王妃在皇上面前失仪，被皇上责怪，阿渊会内疚死的。好吧，好吧，我们去吧。阿渊，是在这里更衣吗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就是这儿，王妃嫂嫂，没有下人没关系。我伺候王妃嫂嫂也是可以的，那就多谢阿渊表妹了。皇家宴会离席太久也不好，我们快些更完衣裙回去吧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我原不想害你，可你几次三番助萧凛脱险，谁帮萧凛，谁就得死。站住！你是哪家的贵女？本宫怎么从未见过你？父皇，她是本王认的义妹，名为阿渊，是我带来的。方才本宫见你和七王妃一同出去，怎么现在只有你一人回来？七王妃呢？回娘娘的话，方才民女陪七王妃去更衣，岂料路上遇见陆季陆大人，王妃说与陆大人有要事商议，便让民女先行回来。民女觉得不妥，想规劝几句，却被王妃打了一耳光。什么？他怎么敢对你动手？本王绝饶不了他！放肆！皇上，臣妾早就听闻七王妃和陆大人纠缠不清，本以为是个谣言，没想到七王妃居然敢在宫内私会情郎。七皇兄，你冷静点。父皇，儿臣以性命担保，七皇嫂不是这样的人，肯定是这个女人在诬陷她。公主这话说的也不是没道理。皇上，要不咱们也一块去看看？方才七王喝了不少酒，这万一真是误会，也能让侍卫拦着七王先。好，那就去看看。刑部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讨厌的人这么爽！看来还真没冤枉七王妃呀。七王，先消消气，你现在这个样子只会让大家看笑话，还是快停手吧，让皇上来处置。不行，此人敢在宫内大行秽乱之事，本王绝对不能饶了他。看来是气疯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疼！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这里发生什么了？怎么闹哄哄的？你怎么在这儿？
那床上的人是谁呀？宁香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位宫女不是上次在冷宫诬陷我们家王爷的那个人吗？那这个是谁呢？母妃，瑞儿，母妃，我手疼啊！好疼啊！爽不爽啊？爽，身上好疼。还好林贵妃让我们来了，不然这谣言要是传出去，所有人都会以为今日行秽乱之事的人是七皇嫂。那就多谢贵妃娘娘了。你们，老三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父皇，儿臣就是喝多了，想出来更衣，没想到就成这个样子了。父皇，是他勾引的我。奴婢冤枉，奴婢是被人打晕的。我醒来之后就在这儿了，奴婢真的没有勾引三王爷。来人，把这个畜生给我拖出去，重打20大板。皇上息怒，一定是萧凛联合这2个贱婢诬陷我的瑞儿。这个贱婢是萧凛的义妹，不然她为什么要当众揭发程千月？她能从宫里坐到贵妃的位置，林贵妃这个反应实在是太大。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。冤枉啊，父皇！冤枉啊，父皇！林贵妃口口声声说这一切都是我家王爷设计的，可是那个宫女就是上次在冷宫诬陷我家王爷的人，她怎么可能是我家王爷的人呢？还好我家王爷相信我，不然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我家王妃对我如此情深意切，我怎么能对她心生怀疑？林贵妃，你枉做小人！你们胡说！胡说！皇上，我们夫妻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几次三番的陷害我们，这次三皇子的罪还要诬陷到我们头上。皇上，你别听这个贱人狡辩，瑞儿真的是被陷害的。是啊，父皇。住嘴！把这个畜生拖出去，给我狠狠的打！还有他，拉出去烤了！父皇！父皇！救我！贵妃娘娘救我！父皇！此宫女临死之前还在向贵妃娘娘求救，贵妃娘娘却说这个宫女是我们的人，真是让人心寒呐！贵妃，我看你是病得神志不清了吧？那你就待在这个宫中好好养病。程飞比你稳重，后宫的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。哼！程千月，本宫早晚杀了你！王爷，贵妃娘娘好凶，我好怕怕。不怕不怕，贵妃她罪宽容大度了，你别生她的气。来人，快传太医！今天的事都是你们提前计划好的。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我是林贵妃的人？早在你进冷宫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来者不善。这样吗？我还一直以为我掩藏得很好。萧凛，你去死吧！你去死吧！阿月，放弃吧，你杀不了我的。你杀了我，你是萧凛唯一的亲人，他当然不会杀你。但你几次三番陷害我不报复回来，是不是太可惜了？这是9曲断肠丸，你等会儿就会因为腹痛而死。王爷、王妃，属下已将陆大人安全送回他家中了。陆记，难道说你们今日也在宫中？冷风，你就告诉他吧，让他死个明白。是。阿渊小姐，我混在嘉禾公主的随从里进入宫中，将宁香和三王打晕，又趁你离开之际，将他们引入了偏殿。所以你在偏殿是庄云哦，还不算太笨嘛。萧凛，就算我没能杀了你，我
做鬼，鬼放过你！设计陷害太子和顾家的又不是萧凛，你恨他做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当年他只是跟你一样，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。当年如果不是因为他，皇上怎么会发现你的龙袍？当年，母后和兄长被禁闭宫中，从小照顾我的嬷嬷说，只要我将最珍贵的东西献给父皇，父皇他就会开心，就能放出母后跟兄长。于是我才带着父皇来到东宫槐树下，想要挖出我和兄长一起酿的槐花酒。可我未曾想到，就算是这，那也是你害的。拉我做什么？让我打死你这个大白痴！顾家世代忠良，却因为诬陷被背上了谋反的罪名。你作为顾家唯一的血脉，不想着去为顾家洗脱冤屈，反来恨一个跟你同样可怜的人，还帮着林贵妃来诬陷他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林贵妃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的幕后真凶？什么？林贵妃？怎么会？是她找到我的，把我从人贩子手里救了出来。她是不是还告诉你，是萧凛让你们家变成这样的？她这样做就是为了利用你，因为萧凛不会对自己唯一的亲人设防。难道我这么多年一直恨错了人？原来我一直都错了。阿渊，阿渊，我从没怪过你，都怪阿兄找你太晚了，让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苦。阿渊，怎么了？千月，阿渊这是怎么了？我就是气不过嘛，只是给他一点小小的惩罚。那我去看看。哎，你别去，这会儿过去他不方便。月儿，我知道你不会害阿渊，刚刚你给他喂了什么？我当然不会害他了，只是让他多跑几次茅房罢了。你呀，就是孩子气。表哥、表嫂，之前的事是我对不起你们。没事儿，反正我的惩罚你都接受了，我们两清了。我们是亲人，亲人之间不必说这些。不仅任务完成的顺利，还顺手救赎了一个小可怜，我真是太棒了。萧凛，我们只要朝着曼陀罗这条线索查下去，就一定能查到当年的真相。曼陀罗，就是这个。这些年我花了大功夫，从一个西域药材商那搞来了2粒曼陀罗花的种子。这个东西啊，它不常见。我们只要查到林贵妃跟曼陀罗的来历，我们就一定能查到更多的线索。这东西我好像见过。阿渊，仔细想想。我记得林贵妃的人刚把我从人贩子手里买回来时，是把我安排在京郊的一处庄子上，那个庄子就有这个。但是林贵妃一直派人盯着王府，我们3个人一起出去，只怕是会打草惊蛇。我和月儿伪装成府里的下人混进去，你跟冷风留守府上，营造出一种我们还在府中的假象。那个是不是阿渊说的那个庄子啊？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徐嬷嬷，怎么是你？没想到吧？你们刚走出王府，我们贵妃娘娘就收到了飞鸽传书，早就把这里围起来了。你们现在束手就擒，可以留你们的全尸。你这个死老太婆，
长得丑，想的倒是挺美的。这次怎么比上次厉害这么多？这些人都是死士，这些死士都是我家娘娘精心培养的，我看你们还能抵抗到几时？小李，系统，能不能给我兑换一把加特林？加特林属于大规模杀伤武器，兑换需要2万积分。系统您现在亲密度不够，无法兑换。小李，今天注定要死在这儿。不管了，小李不能出事。死到临头了还卿卿我我，给我杀了他们！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加特林的厉害！哼！妖法，你会妖法？你不配知道。小李，我厉害吧？你是谁？小李，刚才你拿的武器，凭空出现，凭空消失，不对，是你亲了我之后才凭空出现的。从你救嘉禾开始，你对我的每一次亲吻都是带着目的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应该是需要同我有亲密接触，才能拿到你想要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对我的感情也是假的，你接近我只是因为一些我不知道的目的，是吗？小李，你听我解释。小李，你不要生气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这个身上还有伤，我带你去治伤好不好？要怎么治？我们现在没药，又要请我了是吗？我不需要，我小李就是死，也不会再让你碰我。为什么小李这样说，我心里会这么难过？小李，你有伤不能走路，我们去那个茅屋歇一晚怎么样？小李，就算你生我的气，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。走。小李，这里应该是郊外猎户打猎的临时住所，我们可以休息一下，但是有点黑，你等我一下。充电式潜水灯兑换完成，消耗50积分。我们去那边。小李，你脸怎么有点白啊？不用你管，我就要管，就要管！系统，给我最好的伤药，能立刻见效让人恢复的那种。小李，我只是骗了你，但是我也几次三番救过你，你凭什么无视我啊？因为你对我从来没有过真心，程千月，从今往后你我再无半点干系。什么叫再无干系？这样呢？这样有关系吗？这样有关系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这样呢？这个叫肌肤之亲。程千月，
我知道你接近我另一个目的，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小李，其实我心里有你，早在你一次一次挡在我面前，为我挡去那些刀光剑影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有你了。小李，我爱你。我愿真的幸福你的笑颜，哪怕身后是风雪，再多浮生只为这一生思念。恭喜宿主，关键任务相邻的亲密度达到满级，解锁系统全部权限。你醒了？昨晚上说的心里有我，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。小李，林贵妃知道我们在这儿，曼陀罗就找不到了。我们先回去吧。小李，事情不太对劲，我们换身衣服去找嘉禾吧。你们终于来了，我就知道七王府出事，你们肯定会来找我。嘉禾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父皇突然晕倒，所有的太医都查不出病症。林贵妃说，父皇的病症和当年太子给父皇下毒的病症一模一样。她怀疑七皇兄对当年的事心存报复，所以才找人给皇上下毒。现在后宫和前朝全被林贵妃给控制住，我的母妃也在宫里被软禁着。皇兄，我怀疑林贵妃她要造反。嘉禾，你先想办法，将我和玉儿送入宫中。好。父皇，这宫里怎么一个宫人都没有啊？皇嫂，你说咱们来寝殿的这一路上，会不会有点太顺利了？有本宫默许，你们当然顺利了。有本宫默许，你们当然顺利了。你们两个人的命可真大，本宫派了这么多的暗卫，都杀不了你们。不过你们今天还是要落在本宫的手里。你知道我们会来？没错，徐嬷嬷没有回宫复命，本宫就知道你们两个没死。既然没死，那就一定会进宫。萧林，实话告诉你吧，在你们进宫的那一刻，我们早就知道，我母妃之所以没有动手，就是想给你来一个瓮中捉鳖。来人，把嘉禾公主给我送到宸妃那里，等皇上病天了，拉着他们两母女一同陪葬。你敢，林贵妃？父皇还没死呢！拿下！宿主，电击最后完成。把人带上来。娘，月儿，娘，不想让他死的话，就束手就擒。月儿，不要管娘。萧凛，把你的破兵器扔掉。还有你，那个鬼东西！拿下！七王夫妇怀恨在心，偷偷潜入宫中，意图刺杀皇上。幸好被三王识破诡计，救下皇上。奈何皇上病体受到惊吓，临终前将皇位传于三王后病逝。将这些乱臣贼子给本宫就地正法！且慢，贵妃娘娘，反正我们已经落入你的手中了，
你能不能让我们死个明白，把当年太子谋逆案的事情告诉我们？告诉你们也无妨。既然你们能查到城西的庄子，那自然也就应该知道曼陀罗的秘密。对，我们知道，曼陀罗它是一种麻痹的药品。20年前，我在太子给皇上送的安神汤里放入了曼陀罗，让皇上像现在这样，只听得到，但却动不了。曼陀罗在大夏并不常见，所以太医们在皇宫里根本就查不出来皇上中的是什么毒，也解不了毒。等曼陀罗的药效一过，皇上他就会醒过来。没错，可我始终想不明白，为什么皇上一醒来就认定是太子谋逆？这件事情明明是疑点重重的，他为什么不查清楚，就直接将顾家还有太子他们都处死？贵妃娘娘，这其中你肯定做了什么吧？本宫出身低微，进宫前曾跟一个江湖卖艺的学了一门绝技。本宫能模仿任何人说话，比如你的，比如萧岭的。皇上虽然动不了，但却听得见。所以，当年你在父皇的床前模仿我母后和皇兄的声音，让皇上认为他们要谋逆。没错。多谢母后为儿臣许纳的良药。等儿臣登基，定尊母后为太后，封舅舅为大将军。你父皇生性多疑，你才刚学着处理政务，他便处处打压你，打压顾家。若是再不除掉他，只怕日后咱们母子都会沦为他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亲耳听到这一番话，皇上对太子和皇后当然恨之入骨，除之而后快，哪里还会谢场？本来你也该死，没想到当年给皇上诊脉的秦太医发觉不对，就把心中的怀疑告诉了魏武侯。魏武侯居然用全部的军功将你给保了下来，所以你就唆使皇帝谋害秦太医，还流放了他的家人。秦太医是你的家人？我是他的女儿。难怪你这么愤怒，不过也无所谓，反正你们今天都得死。动手！拿下！怎么回事？王爷，御林军和巡防营里贵妃的人手，属下已全部解决。你们居然早有准备！我和萧岭啊，当然没有你想的那么蠢啊。要是没有准备，我们也不会来啊。我外祖顾家保家卫国，战功赫赫，军中大半的将领都受过他的恩惠。你觉得你的那些奸细能没有防备？只差一点，本宫就能成功了。萧岭，本宫就应该早点除掉你的。系统，给我一粒能唤醒皇帝的药。宿主，解药兑换完成。父皇，灵儿，父皇，对不起，你母后、兄长，父皇错了。父皇，那个毒妇给朕拖出去，碎尸万段。你杀了我又如何？我这辈子能以这样微贱的身份坐上贵妃之位，我死而无憾。但是皇上，要不是你先猜忌的太子和顾家，我又怎么敢冒险用这样的手段来陷害太子？说到底，罪魁祸首是你。拖出去，快走！灵儿，父皇错了，
原谅父皇。我没有办法代替母后跟皇兄原谅你，更没办法代替顾家死掉的108条人命原谅你。既然你知错，就尽快跟他们道歉。表哥，我们终于为顾家、为皇后姑母和太子表哥洗刷冤屈，他们在天之灵可以安心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查清20年前太子谋逆冤案，获得积分奖励40万。扣去宿主之前兑换物品所用积分，现在积分余额为999999，只差1积分，宿主便可兑换时空之门。月儿，我刚听到一个声音，说什么任务完成，积分已满。你该不会是要离开我？你居然能听到啊！月儿，可不可以不要走？你还记得那晚吗？你说我在你心上，可不可以为我留下？我不走啊。不过你也听到了，系统不是说我只差1积分就要回到现代了？这里的锅碗瓢盆随便都价值1积分，要是你对我不好，我随时都可以走的。月儿，你能为我不走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，用我余生好好去爱。